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北美的独立屋房间多，空间大，适合人口多的家庭居住。但随着孩子渐渐长大，对独立空间的需求就越来越重要。加上2023年之后的升息压力，有不少家庭希望透过分租独立屋来分担房贷的压力。这一篇小李哥就来和大家聊聊这场独立屋空间隔断的案例。加拿大做工的人这系列的影片，小李哥会从装修工人的视角，在装修故事的案例中和大家分享在我眼中的加拿大。想要了解北美生活智慧的您，一定不能错过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这一次的案件，屋主主要的改造动机是孩子要成家了，需要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。但是一来妈妈不喜欢搬家，二来孩子也喜欢吃妈妈做的饭菜，想来想去还是住在一起比较方便。于是决定找小李哥帮忙，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可以把空间一分为二。同一个房子，不同的使用需求，自然会有不同的装修考量。您计划要自住、出租或者出售，也会有不同的装修重点，直接会影响到设计以及预算。所以把自己真实的装修用途告诉师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小李哥仔细看过房子的空间之后，发现1楼的厨房连通着起居室。如果我们把起居室当作一间大卧房，1楼就有了卧房、厨房以及浴室。只要在门厅加上一面墙，就可以做出一个独立的走道，从车库门进入，就可以直接连通到厨房以及起居室，成为一个独立单位。至于原来的起居房通往门厅的门，只要锁上就可以了，不必另外再做改造。也就是在工程上，只要加一面墙，就能做到空间分隔，这样可以减少装修的时间及预算。在功能上，妈妈可以不用再爬楼梯，1楼就有舒服的大卧房，也有完整的浴室以及厨房。对成家的孩子来说，2楼以上的空间可以独立使用，也会方便很多。每天还可以下楼到妈妈家吃美味的晚餐，光想象就十分幸福。空间规划不一定要花大钱，明确的目标和仔细的沟通才是重点。在规划的初期，屋主也曾经思考把新隔出来的空间出租，自己搬到公寓去住。但小李哥分析了一下利弊，一旦厨房单位给了租客，怎么说也要新做一个厨房给自己。虽然门厅是还有空间这样做啦，但装修成本及时间必然是要多出很多。那不如只做隔间，自家人还是一起住大房子。新买的公寓租出去投资，租金的回报比较高，装修的成本也比较低，这样的规划一定会划算很多。客人多花装修费用，当然小李哥可以多赚钱，但我从业多年，一直有一份信念，希望可以给客人最实用的建议，性价比最高的装修方案。希望每一个小李哥服务的客户都能收到这份小小的心意哦。